家好，又是一个艳阳天，好天气就要出门骑行啊。今天呢，我打算骑得稍微的远一点，看看去造访一个从来没有骑到过的叫新造镇啊，就在广州大学城小孤尾岛的南岸，看看那边大概要骑行24、25公里吧，来回就是50、60公里、60、70公里这样子。那我们也不做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就是悠闲的骑行，兼做锻炼身体。现在呢，我从祈福新村住所出发，但是呢，那些骑行过的马路啊，我就不再跟大家分享了。去到一些新的路段呢，再来跟大家交流。好，现在呢，骑出学院路的大门，正式开始我今天的骑行。基本打算呢，就是找到金山大道，一直骑到跟南大干线平行的马路啊，一直骑到新造区。现在呢，我经过这片右侧的工地啊，应该是祈福交通中心边上最后一块值得发展的商业地块了，看来已经启动了，正在打地基。我要从前面的四广路啊，转到东义路上去走一段，然后呢，顺着星光快速揽塘村门口啊，就有一条揽塘路，再去到番禺大道，再上天桥，过了天桥以后呢，再转到金山大道去啊。现在呢，拐到了东义路啊，再借道这条我喜欢骑行的林荫路来骑一段，去向揽塘村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右侧的揽塘村的门口了。那我今天呢，不进揽塘村，而是要左转进到揽塘路，去向番禺大道。现在我骑行的这条路呢，叫揽塘路啊，就是因为有个揽塘村，它是从星光路下快速路啊，转到番禺大道，是前面那条路的一条交通线。这边呢也有不少乡村风的这种沿街的商业商铺。
车水马龙的一条交通要道啊。这边呢有人行天桥啊，我就要从这边上桥，推车而上。推车上了人行步道啊，这条路我上次专门从那边也推车过来过。桥下这条大道呢，就是番禺大道啊，南北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。可以看到这条车水马龙的大道旁边呢，就是番禺节能一个创新产业园啊，据说经营得不错。上次我在里面曾经去逛过。可以看到对面有一个小山坡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填埋垃圾的一座小山，现在呢正在进行复绿啊，将来可能变成一片绿地。这附近呢都是一些汽车相关的这种 4S 店之类的。好，现在下桥去。现在呢又回到了番禺大道上啊，经常会骑错路，因为我并不是特别愿意跟着导航走的人，我就喜欢凭着自己的感觉，随着自己的心意，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前行。马路的右侧呢已经围蔽了很久了，但一直不知道它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。前方呢就是金山大道向东了，我就要走的这条路。从这边骑行呢还是头一回啊。左上方呢就是广台高速啊那条匝道了。马路中间呢就是广台高速，前方呢是番禺大道路口，而我呢要继续和这条并排的马路上骑行，到了七星岗公园呢在左拐，还有相当于一段路要骑啊。
这条路呢，基本上都已经让路给了大车通行了，没有做专门的骑行道。那我就在这条窄窄的步行道上向前骑，这样可以安全很多。这条路呢，我上次也是从七星岗公园那边在对面从那个方向骑往这里。今天呢，我是反方向第一次骑行。骑到了右侧这个加油站啊，就可以看到广台高速上面的牌子的指向，前方500米呢有去南沙港快速的路口。以前呢，刚开始建这2条高速公路的时候呢，他们是没有交互。那后来呢，经过了第2次的建设，才把广台高速和南沙港快速呢连成了一条高速公路，否则就要先下高速再上高速，非常的麻烦。而这边的这些道路呢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建好。前方呢就是广明高速去向南沙港快速的一条匝道。经过了一段没有保护的路段现在再次骑行到步行道上了。右侧的桥下呢，就是南沙港快速高速公路高速公路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坑头村呢。我前天也去过这个附近的旧水坑村呢，这边叫坑头，我觉得应该都是属于一片地区吧，从来没有来过，而且就在金山大道旁，那我就到里面去看一看吧。左侧你看坑头这个大牌坊建得非常的雄壮啊。我面对的呢，就是这个叫坑头的大牌坊虽然是一个新建的建筑物，但是呢是仿古的这样的一种设计。它的背面呢写着永宁2个字，所以这个小广场叫永宁广场，美好的寓意现在呢，我骑过金山大道在广台高速高架桥下面穿过，然后呢
去向南村方向。我的左前方呢就是南村镇体育中心啊，我上次到里面去走过。在前面一点呢就是七星港的公园，非常漂亮的一个社区公园。前方呢已经有路牌了啊，左侧去向南村镇直行的就是新造镇。我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新造镇。右侧呢对大片区域都是绿色地产开发的一片居民区。右侧呢是信业大道啊，而这看到的一大片的建筑物呢，都是华工国际校区，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校区。这边呢应该是一个侧门啊，这个新的校园。这里面的一整片的建筑物还是非常现代感啊，同时呢也好像沉淀着历史，用那种棕色加上玻璃幕墙啊，这种大楼还是看上去感觉不错。看得出来这个校园还是蛮大啊，占了非常大的一片区域。其中呢前方那些公寓楼啊，应该都是学生的宿舍吧，上挂了很多的衣物。语音山房呢就在我的左侧，这条小马路一直骑进去就是了，上次就从这里面出来的。
而这一段呢就从来没有骑行过，所以我们一边看看这路旁的风光，看看发展的状态，然后我们一直骑到新肇镇去。看到这边呢，有警察拦路检查。我想马路中间的这条快速道呢，就是南大干线了。现在呢，我再次来到了华工国际校区的一个路口。这个形状有点意思啊，三角形的。而且还有一个钟楼，我感觉好是挺新款的一种设计。看得出来呢，这边还在持续的建设过程当中。刚刚看到路牌啊，前方还有一个大学，广州暨南大学的校区也在这附近，应该都是一些没有挤进大学城的那些校园，就在大学城的附近呢，占了一块地啊，建设自己的新校区。我记得再往前走啊，到了化龙的地方，应该还有广州医科大学的一个校区。总之，这边呢就发展了很多跟大学相关的这些校区或者产业啊。你看这个马路的左侧前方啊，有更多的一片住宅，都是打着大学的旗号。
刚刚我看到眼前的天桥，以为就必须要抬车上桥了，但应该前面还是一个路口，可以左拐的。现在呢，我在南大干线左转，看看这是一条什么路啊？这条叫奔南路啊，我第一次来到这边。前方呢也是起了很多现代的高楼，相信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商品房。我看到在这个一块空地中间呢，建了一些仿古的建筑。我相信呢，是一个村拆迁以后就是把那些祠堂，他们想要保留下来的建筑呢，进行了移建就是换一个地方集中起来建设，给村民们呢留个念想。同时呢，也算是保存一些文化的遗存。我理解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打算在右边转进去，去那些新建的古建筑就那种重建的古色古香的建筑门前去兜一圈。这边停了那么多的电单车，我要怎么才能进到里面呢？我眼前的就是这一组建筑物的墙体了，你看那种古砖加上琉璃瓦的这种屋檐经过重新设计的吧。原来这边是广州养老的一个机构，番禺区新造征边村颐康服务站，就盖着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像祠堂一样的建筑，原来是个养老机构。
那想必呢，也是村民们应得的一些福利吧。果然这里面还是恢复的相当不错。你看这边有个玉虚宫，有村民们的一种信仰，针砭玉虚宫。边上还有许愿网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上面，挂在上面啊。原来前面是有一个地铁站，就叫新照站，怪不得这边有那么多的共享单车，因为这是一个地铁站附近。眼前的这个建筑呢是曾氏的宗祠，叫曾边曾氏宗祠啊。因为这个村呢就叫新照镇曾边村。大家可以看看啊，这个祠堂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虽然感觉啊，这个祠堂应该是重新建设，或者是保留的以前的一部分而已。看看这么大的一个祠堂啊！刚刚呢，我进到了这个曾边村的曾氏祠堂里面啊，去看了看，应该是一个在原来的位置上重新修建的一个祠堂。它其实呢是一个商群啊，你看看我的眼前啊，都是一些曾公祠堂，相对比较小号，就是一整套的。它在所有这一位可能最大的一个宗祠啊，大家可以看看。然后这边呢建了一些曲曲弯弯的小道，在一个小的水塘上面啊，我相信都是有些寓意的。我们再去稍稍的转一转啊，你看啊，像这样的一片古色古香，虽然是新建的这种祠堂啊，但是还是有着文化的一些遗存。而后面呢，就是现代的住宅大楼了。我发现除了曾氏的祠堂以外，还有范氏的宗祠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村里面呢，可能曾氏是主要的族群，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姓氏的人士啊，所以还是一个很多的姓在一块的一个村庄。像这边是文氏宗祠。在边上是荣氏宗祠，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宗祠。所以这里呢，就应该是生照，就应该是新照这个地方了啊。那我们首先见到的呢，还是新照的一些文化遗迹，或者说他们一种传承的遗迹啊，一些文化遗存。
你看这个水塘啊，其实并不很大，但是它居然曲里拐弯的建了好几区的桥啊，这也是代表着一些寓意吧。那我呢，就在这个水塘上面的曲桥上啊，结束我今天从祈福新村骑行到新造的第一段的骑行啊。接下去呢，我准备到新造去观赏一下，寻访一下那个老街的模样啊，请大家期待。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